四川江油亲历者，为了肉身安全，请王叔匿名。放心，我怕做无谓的牺牲啊！在我肉身润出来之前，一定要为我保密，放心吧啊！我想跟您分享的是有关四川江油的人民警察镇压群众、棍棒伺候我们和我脑子犯抽、为被霸凌小女孩伸张正义、被公安请去喝茶的经过。简单的给您描述一下，事情大概经过就是啊，我们这儿有个小女孩被霸凌了。事情发生十几天之后呢，我在抖音我就刷到了，然后呢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深挖，以至于我看到这些吃着人民群众的贡品还殴打供养者的这群道哥啊，我很气愤啊！你对警察就气愤了呗啊？那你现在就能理解你王叔为什么在6·4那一天一定要做一期。每年6·4大家反过头来看我是不是做到了？每年6·4我一定会有一期啊，我无论从不从政，我都不会删掉这一期。为什么？就是大家的心情。操，他们吃着我们的贡品，不是说棍棒伺候啊！妈了个逼！青天大老爷，他们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了，他们拿机关枪打我们，冲锋枪打我们，是他妈的实弹，不是橡皮的，噼啪噼啪的往身上打。那我这个我不能大赌啊！这个我什么我都劝大家大赌，这事儿我不能大赌，我亲历的。我那时候已经生下来了，我挺大的了。那时候1989年我14岁了，我什么都记得。所以小伙子，你看到的今天的人民警察拿棍子打你，你就受不了了。操，拿冲锋枪突你啊！拿冲锋枪突我们。我们那时候几个哥哥，当时我那几个哥哥在北京在一个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是北外上大学，一个在那个石油大学上大学，都跑回家来之后都他妈的面白如纸。说中枪了流血，不是吓的面白如纸，因为他们正好在广场往回跑嘛，就是赶上了。我很气愤，于是我穿上了我自制的白 T 文化衫，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贪污腐败，无产阶级万岁，为四川江油女孩发声，横批天下为公的大致意思。我穿着它游走在一线城市里，骑着电动车送外卖。我操，这小伙你可真是没赶上6·4啊你！哎呀，你投胎晚了，你这么干，在6·4你就是被打死的那个啊！好几次送过部队门卫的营区啊，你还给解放军送外卖，穿这个啊！多希望他们可以看到，在我还没真正的了解内部体制的时候这样做。我现在想起来，我真傻逼。你应该想，我看到你这句话，你还能活着给我写信，你真命大，孩子啊！一锅汤早已成烂芝麻糊，我还想着他们会发自内心伸张正义，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无用功。后面我再穿上它的第3天晚上，我操，我党现在不错呀，第3天才找你麻烦啊！我这天没穿，因为夏天衣服要洗，再不洗就臭了。我像平时一样正在跑单挣窝囊费，我爸一个电话打过来，哎，你在哪儿呢？警察来咱家找你了，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不要逃避，赶快给我回家。旁边传来警察的声音，某某某是吧？你现在可以回来吗？我们有事情找你啊！当时我在离家10几公里的地方送外卖，这个电话打来以前，我预感到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因为有警车跟在我电瓶车后面。但是我是在桥上，我透过后视镜看到了，直接一个右转弯加漂移，神速下桥，跟他们对拉方向。到了家之后，他们要去我的住处，我支支吾吾带到了我的房间。开了门，他们就开始问我要文化衫，我说我不知道，没有，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后面实在是瞒不住了，他们就开始翻，恐吓我，威胁我，我只能乖乖的从卫生间把文化衫拿了出来。然后我爸爸不放心，跟我一起进了衙门，到了之后就让我把手机解锁。我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强迫我？我操，这小孩我操你，我操，我太幼稚了。你以为你在加拿大呀？你们有什么权利强迫我？他们说哎呦，他们说哟吼，到了这儿你还有权利吗？警察叔叔，哟吼，到了这儿你还有权利吗？括弧我在回来的路上留了一手，把所有的证据全部删除，但是唯独漏掉了抖音发布的视频。他们拿我手机拍了那个我穿在身上想通过抖音发布出去的视频的几张照片，然后把我带进了一个房间，有一位网警警官在等我，上来就说小伙子你长得蛮帅嘛，过来我们谈谈，括弧此去省略1万字啊，给他谈了1万字啊。我也知道啊，你碰上好警察了啊，你要知道啊，警察吃那口饭的养家糊口的，你他妈小伙子你真碰上好警察了。在此我不知道那个警官枪口抬高了，在你这儿打了一枪啊！你真的你这小子啊，你嫩啊！你要记住你王叔这句话，你人生永远记着，把你叫到屋里录你笔录那个网警，那是个好人
啊，他救了你一命，你要记住他。小伙子，长得蛮帅嘛，进来我们谈谈。谈完了，我也知道这位警官看我年轻，没有为难我，人家还是很好的。我能听懂警官的大致意思是在隐晦我啊，就暗示你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别的别管那么多。结尾让我签了一个拒绝保证书啊，派车送我回来了，对你真不错啊，还他妈派车送你回家了啊。到了家之后，我跟我的父亲交谈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我涉世未深，太傻了，这种事情也要去掺和。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我从小到大就听着他和爷爷的聊天，可能也受点影响吧，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有很多细节我因为时间问题在上班没详细说，如果老王叔能看到的话，感兴趣回复我的话，我还可以继续把那些来不及说的细节整理到位。你别说了啊，我们不感兴趣啊，但是我们猜也能猜到，因为我们说的太多细节对你不利啊，你给我写我也不会念了，为什么？通过这些细节就能锁定你，甚至锁定那位警察啊，所以我们就不说了啊。王叔可以读到这里，我真的万分感谢，还希望你能给现在肉身处在国内的我们这些没学历、没背景、农村底层走出来的流民指条明路，未来希望可以润出来见您一面。你的拿性小教友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小朋友，谢谢你的。王叔送给你的话跟你爸爸是一模一样的啊，你涉世未深。你要首先要记住毛主席的一句话，你们不都是毛粉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啊！首先要保存自己，你把自己填进去干什么呀？你真的是命大，那个警察真的没有为难你啊！你别恨他，但是人的好运不会总是出现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中国人民的民主，中国人民的自由，一定发生在海外，一定发生在海外5000万中国人的身上。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戒掉我们内斗的本性，大聪明互相出卖、互相砸挂、互相拆台的本能，我告诉你们，100年以前我们就有自己的民主独立国家了。然后再看个开心的信息，就是中国漫展 cosplay 展啊，就是卖他妈的美女洗脚水，有人舔脚，有人直接喝，搞得大家很尴尬。广州啊，发生在我们改革开放一线啊，广州第39届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啊，在7月17号到7月20号，然后期间有多名漂亮的 coser 啊，就是小美女们或者小伪娘们，在场外设摊卖洗脚水。每杯50元人民币，柠檬泡脚水。现场可见 coser 们直接将双脚浸泡在装有柠檬的饮料桶内，然后将浸泡的液体装杯当场贩售，民众排队购买，还有人直接躺在地上张嘴接饮，甚至乃至出现舔脚、付钱舔脚等夸张性举动。吸引大批路人围观拍照，相关影片在网络上疯传，主办方非常尴尬，然后直接将涉事的 coser 驱离了。第二天，哎呀，太好玩了！我们中国人真是太喜感了。然后涉事方啊，赶紧辩解啊，就是因为他怕共产党收拾他们啊，他们自己辩解。天哪，那不是变态大聚会吗？是。真的，因为我看那个照片了，他们都有现场照片了，真的。涉事的这些 coser 们宣称啊，我们不是原创的啊，我们是模仿美国的，我们抄袭美国的动漫展曾经出现过叫 fresh food 啊 juice 啊，就是新鲜的脚果汁啊，新鲜脚汁，这个纯属娱乐啊，不值得被大家这个驱赶。但是事件曝光后，大批中国网友也是跌破眼镜说太恶心了，我操，这个太恶搞了吧！哎，这个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中国好奇怪啊，洛杉矶也有事，美国也有。但是你老王，你聊到这个话题就兴奋了，对啊，其实我好开心啊，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一下人间烟火气了，真的是，我现在有一种佛祖笑、佛祖涅槃笑，就好开心啊，说明中国的年轻人还是有活力的啊，中国年轻人没有躺平死气沉沉啊，这就是你共产党把一个门关上，他从那个窗户出来了啊，老王也想喝吗？我不喝啊，我没那么变态啊。这么恶心呀！教主注意口水，滚！国内看不到这个，太搞了新闻。对，然后呢，财经方面与我们啊，这个中国的有钱人有关的，就是北京啊，就是我们中国国税啊，又开始出新规了，就是20%的税收对离岸信托 BVI， 看来是真没钱了。财政部和国税总局7月24号发新闻，规定任何中国人将股票、房地产及其他任何资产转入离岸信托时，资产的增值部分应视为所得税，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任何离岸信托及其控制的境外实体由此产生的收入，需按年度申报20%所得税。无论信托是否向受益人分配利润，均要如实如期纳税。新规立即生效，颁布日起立即生效。此新规意味着穿透所有的信托啊！你别整信托了，没有用啊！国税总局只要是你叠屋架构的，弄成18层宝塔，一下给你穿透。只要你这个呼吸的、吃饭拉屎的人在中国是中国籍，那收税，面向你个人收税啊！所以过去内地的高净值家庭经常把股份呐、股权呀、什么证券呀、房产甚至现金啊转入香港啊、新加坡、开曼、BVI 等设立的信托啊，用于隔离风险、家族传承。但是这个新规，实施以后呢，啊就没几百屌用了啊，全部都要如实纳税了。而且呢，同时还加了严格的反避税条款啊！你们敢他妈的耍滑的话，要巨额罚款啊，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即使你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或者你已经取得了外国的永久居民身份，只要你的主要经济利益和家庭关系或生活重心仍在中国，仍被定义为中国的税务居民，并且承担有报税的义务。我操，多可怕！所以这个对于香港、新加坡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当地有大量的管理内地家族资金的办公室，但现在都形同虚设了。有没有这些办公室啊？信托办公室、律师办公室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律师楼啊，都没有用了啊！所以我们看来党国越来越了解有钱人啊，当然也是啊，因为党国都是有钱人啊，所以他们玩真的话，那真缺钱了，这躲不了啊。是对，躲不了。有下一个新闻啊，最近一个大新闻就是什么呢？三峡大坝又溃坝风起了，每年这时候都溃坝一次啊。最近2天，一个据称三峡集团内部人的这个信啊，在网上迅速传播，说就是在广西发大水那几天，说三峡底下现在有管涌啊，而且每秒钟多少立方米还有数据，看的人是触目惊心。这个爆料水利系统的人啊，爆料的信里边披露了广西衡州，就我前2天说的那广西衡州什么西兰水库啊，那个洪灾的死亡信息是死了17000人。现在啊，真实死亡人数超过17000人。现在当地警察封锁，不准任何外地人进入受灾区，包括记者，说是下了死命令，不能引发舆情风险。啊，那么处理尸体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以前是用那个火葬场焚烧啊，但是呢，焚烧不过来呢，就改用油料露天焚烧，但是进度依然太慢，而且呢，黑烟太重。现在改用高强酸熔啊，这是谁知道呢？那个东西也没人知道。但是呢，我估计可能应该不会只是死了39个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溃坝了，天哪，120多米的水头，冲到下游的那个几个乡镇。那怎么会死39个人？那你们这话你也能编得出来啊？所以就是广西衡州的事儿啊。广西衡州一个很大的那个水库啊溃坝了啊，而且是整体性溃坝，不是漫堤啊，是溃坝了。水头121米高啊，下来的时候把底下的村庄冲了。那么爆料说，这个三峡大坝内部多处这个渗漏，目前呢没有办法去阻挡啊，甚至预测啊，那么三峡溃坝也是时间问题，届时的死亡人数可能会是天文数字啊，所以，哎呀，这是我们只能祈祷，最好不要发生这个事情啊。我看我们老梁又开始在那儿用我们的那个老梁啊，就是咱们南星教那个修仙老梁，又开始放动画片了啊，三峡溃坝。下边首当其冲几乎不会有人幸存的那个城市叫宜春，好像是啊，就是在三峡，就是那个100多米的水头下来的那个第一个城市啊，那个城市即使水面过去都会水深都会10米左右啊，那个太可怕了。好了。